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让人唏嘘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小兰，是一个四川姑娘，远嫁台湾后发生了一系列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我认识小兰也是一个巧合，她是我表妹的大学同学，后来通过我介绍认识了她的台湾老公阿明。哎呀，这对夫妻的故事真是一波三折，堪比电视剧。赶紧泡杯茶，听丽姐慢慢道来。小兰是四川成都人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皮肤白嫩，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看得人心都化了。她在成都一家外贸公司上班，工作能力很强，年纪轻轻就做到了部门主管。但是感情方面却不太顺利，谈了几个对象都没成，眼看着都28了，家里老人着急的不行，整天念叨催婚二字。那一年夏天，台湾企业家来成都考察，小兰的公司负责接待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她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阿明。阿明比小兰大5岁，人长得挺帅，斯斯文文，戴着一副眼镜，看起来就是那种知识分子的样子。更重要的是，阿明特别会说话，嘴巴甜得很，没几天就把小兰哄得心花怒放。你知道吗？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阿明对小兰说，就像是命中注定要相遇一样。哎呀妈呀，这种情话谁听了不动心啊？小兰那个时候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，顿时就被撩到了。加上阿明自称在台湾有家族企业，家里条件优渥，小兰心想，这不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好姻缘吗？两人迅速坠入爱河。阿明3天2头从台湾飞到成都来看小兰，每次来都带着各种精美的礼物，什么日月潭红茶啊，凤梨酥啊，牛轧糖啊，还有台湾特色的手工艺品，样样都精致得不得了。小兰的闺蜜看了直摇头，你确定这么快就定下来没问题吗？你对她家的情况了解多少啊？小兰却满不在乎，阿明人那么好，家里条件也不错，我看他穿的用的都是名牌，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啦。交往半年后，阿明向小兰求婚了。他单膝跪地，拿出一枚钻戒，小兰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会用一生好好疼你。小兰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，立刻点头答应。回家告诉父母这个消息时，父母却显得有些担忧。女儿啊，你才认识人家半年就要嫁到台湾去，妈妈真的很担心啊。小兰妈妈皱着眉头说，是啊，闺女，台湾那么远，你一个人在那边，万一有什么事情，我们也帮不上忙啊。小兰爸爸也跟着说，但是小兰已经陷入爱情的甜蜜中无法自拔。她信誓旦旦地向父母保证，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阿明人特别好，他答应我结婚后可以经常带我回来看你们，而且台湾生活水平高，我嫁过去肯定会过得很幸福的。就这样，在父母半信半疑的目光中，小兰和阿明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婚后，小兰办好了所有手续，跟着阿明去了台湾。刚到台湾的时候，小兰觉得一切都新鲜又美好。台北的街道干净整洁，人们彬彬有礼，夜市的小吃琳琅满目，让她大饱口福。阿明带她游览了台北101大楼、中正纪念堂、故宫博物院等各大景点，小兰觉得自己简直是走进了偶像剧里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当阿明带小兰去他家的时候，小兰才发现事情和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阿明家住在台北郊区的一个老旧社区，房子特别小，只有40多平方米，而且家具都很陈旧。更让小兰惊讶的是，这房子还是阿明父母的，他们一家4口人挤在这么小的空间里生活。这就是你说的家族企业？小兰惊讶地问阿明。阿明尴尬地笑了笑，我们家确实有一个小工厂，不过最近几年生意不太好。随后小兰才知道，阿明口中的家族企业只是一个小小的五金加工厂，而且已经濒临倒闭。阿明平时穿的那些名牌衣服都是仿冒品，送给小兰的礼物也是东拼西凑来的。至于求婚时那枚钻戒，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真钻石，这是一个镀金的仿制品。小兰一下子从天堂掉到了地狱，感觉自己被彻底欺骗了。她气得当场就想回成都，但是阿明跪下来苦苦哀求，说自己是真心爱她的，只是怕说出实情会失去她。阿明的父母也过来道歉，说阿明从小就缺乏安全感，所以才会撒谎。看着一家人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小兰心软了，决定再给这段婚姻一个机会。
但是接下来的日子却更加艰难。由于语言不通，小兰找工作特别困难。虽然她中文说得很好，但是台湾用的繁体字她不太熟悉，加上没有当地的工作经验，投了几十份简历都没人理她。最后她只能在夜市找了一份卖奶茶的工作，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累得腰酸背痛。阿明的工作也不稳定，时有时无的，两人的收入勉强够维持基本生活。小兰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攒下一点钱，想买些新衣服，却发现阿明偷偷拿去还信用卡的债务了。你怎么能拿我的钱？小兰气得直跺脚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阿明跪在地上说，我欠了信用卡公司很多钱，如果再不还，他们会起诉我的。小兰这才知道，阿明早就负债累累。为了维持在小兰面前的形象，他透支了好几张信用卡。这一刻，小兰感觉天都要塌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兰和阿明的关系越来越紧张。阿明父母虽然嘴上不说什么，但是眼神中透露出的嫌弃让小兰很不舒服。特别是婆婆，总是在饭桌上说大陆妹仔都喜欢嫁来台湾，以为这边的日子好过，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啊。这种话听多了，小兰心里更加委屈。她时常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偷偷哭泣，想念成都的家人和朋友。她给父母打电话，却不敢说出真实情况，怕他们担心。每次通话都是报喜不报忧，说自己在台湾过得很好。1年后，小兰怀孕了，本该是喜事，却因为经济压力变成了负担。产检需要钱，生孩子需要钱，以后养孩子更需要钱，这些都让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。阿明的父亲建议小兰打掉孩子，现在家里这种情况，哪有条件养孩子啊？等以后条件好了再说吧。这句话彻底伤透了小兰的心。她拒绝了堕胎的提议，坚持要生下孩子。生产那天，阿明陪在身边，但是全程心不在焉，一直在看手机。后来小兰才知道，他在担心医院的账单怎么付。孩子出生后，小兰的生活更加艰难，没钱请保姆，婆婆又不愿意帮忙带孩子，她只能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做家务。阿明下班回来也不管孩子，只知道玩手机打游戏。小兰几次提出抗议，阿明却说，我已经很累了，回家还要我做家务吗？小兰的苦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。孩子取名叫小宝，是个可爱的小男孩，长得像极了小兰，白白嫩嫩的，笑起来特别甜。每次看到小宝的笑脸，小兰心里的委屈和不满才会稍微减轻一些。随着小宝慢慢长大，开销也越来越大，奶粉、尿布、衣服、玩具，样样都要钱。小兰心里盘算着，等小宝稍微大一点，自己就重新找工作，总不能一直这么穷困潦倒下去吧。有一次，小兰实在忍不住了，对阿明说，我们能不能搬出去住啊？和你父母住在一起实在是太压抑了。阿明苦笑着摇头，你以为我不想啊？但是你看看我们的收入，在台北租一套房子至少要1万多台币1个月，我们哪里拿得出这笔钱？小兰不死心，那我们搬到郊区去住呢？郊区应该便宜一些吧？郊区便宜是便宜，但是交通不方便，我上班要花很多时间在路上，你带着小宝也不方便啊。阿明一脸无奈地说。就这样，小兰的提议被一一否决。她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。如果不嫁给阿明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也许还在成都那家外贸公司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，有着不错的收入，可以照顾父母和朋友聚会，过着轻松自在的生活。这种想法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小兰脑海中，让她夜不能寐。有一次，小兰在台北街头遇到了一个也是嫁到台湾的四川姑娘小玲，两人一见如故，互相倾诉起各自的生活。让小兰没想到的是，小玲在台湾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。我老公家里在台中有不少房产，我们住的是100多平的大房子，出门有车接送，生活很滋润的。小玲骄傲地说，而且我公婆特别开明，从来不干涉我们小两口的事情。听着小玲的描述，小兰心里更加不是滋味。为什么同样是嫁到台湾，差距就这么大呢？回到家后，小兰把遇到小玲的事情告诉了阿明，希望他能有所触动。没想到阿明却生气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嫌我没本事养不起你吗？那你怎么不去找个有钱人嫁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小兰急忙解释，我只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改善一点，改善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阿明提高了嗓门，我天天起早贪黑地工作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？你难道看不到我的努力吗？两人的争吵惊动了阿明的父母。阿明父亲冷眼旁观，而婆婆则在一旁煽风点火。现在的大陆妹仔就是冲着钱来的，没钱了就不高兴了，就想着要离开了。这句话如同一把尖刀刺进小兰的心。她强忍着泪水，抱起小宝回到了房间。那天晚上，她辗转反侧，一夜未眠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兰和阿明的关系越来越差。阿明开始频繁地出去应酬，常常深夜才回来，浑身酒气。小兰质问他去了哪里，他总是支支吾吾，不肯说实话。有一次，小兰在阿明的手机里发现了一些暧昧的聊天记录，对方是一个叫小甜甜的女生，两人的对话明显超出了普通朋友的界限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小兰拿着手机质问阿明。阿明慌了神，一把抢过手机，没什么，就是一个同事，开玩笑的。开玩笑？这种玩笑很好笑吗？小兰气得浑身发抖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你别胡思乱想。阿明恼羞成怒，我养家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还在这里无理取闹。这场争吵最终以阿明摔门而出告终。他连着3天没有回家，小兰打电话给他，他也不接。后来还是阿明的一个朋友偷偷告诉小兰，阿明这几天一直住在一个叫小甜甜的女人家里。这对小兰来说是致命一击，她感觉自己的婚姻彻底走到了尽头。阿明不仅没有给她承诺的幸福生活，现在还背叛了她。小兰决定离婚。她把这个决定告诉了阿明的父母，没想到他们竟然松了一口气，早就应该这样了。婆婆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，反正你也没有给阿明生个女儿，不如趁早分开。原来在台湾传统观念中，很多老一辈还是重男轻女的。小兰没能生个女儿，在婆婆眼里也是一种罪过。阿明回来后，面对小兰的离婚要求，他显得很平静，甚至有些释然。两人商量了孩子的抚养问题，由于小兰打算回大陆，而小宝在台湾出生长大，两人同意孩子留在台湾由阿明抚养。小兰可以随时来探望。小宝还小，经不起颠簸，还是留在台湾吧。等他大一点，你可以带他回成都看看。阿明说。小兰心如刀割，但她也明白，以自己现在的条件，带着小宝回大陆确实不现实。她没有工作，也没有稳定的收入，怎么抚养孩子呢？就这样，小兰和阿明办理了离婚手续。临走前，小兰跪在小宝面前，紧紧地抱着他：“宝贝，妈妈不是不要你，而是暂时没有能力照顾你。等妈妈在大陆站稳脚跟，一定会接你过去的。”小宝似乎懂了，又似乎不懂，只是用他那双和小兰一模一样的大眼睛，天真地看着妈妈。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小兰的心，她转身离去时，泪如雨下。回到成都后，小兰像是一下子老了10岁，她变得沉默寡言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父母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却不知道如何安慰她。女儿啊，别难过了，婚姻不合适就算了，你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小兰妈妈轻轻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发说。小兰勉强笑了笑，我没事，妈，只是想小宝了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小兰开始四处找工作，但是因为中断工作太久，又没有新的工作经验，找工作的过程异常艰难。最后她只好从基层做起，在一家贸易公司做了一名普通文员，工资不高，但至少能养活自己。每天下班后，小兰就给小宝打视频电话。看着视频里小宝一天天长大，学会了走路，学会了叫妈妈，小兰既欣慰又心疼。她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努力工作，攒够钱接小宝来成都生活。就这样过了大半年，小兰渐渐适应了回国后的生活。工作中她认真负责，很快得到了领导的赏识，升职加薪的机会就在眼前。生活上，她开始偶尔和朋友聚会，恢复了一些社交生活。然而就在小兰以为生活即将好转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电话彻底打乱了她的计划。电话是阿明打来的，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激动。小兰，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。什么事这么急？小兰疑惑地问。就是阿明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，到底什么事？是不是小宝出什么事了？小兰急得声音都变了。
不是，小宝很好。阿明深吸一口气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家住的那片老旧社区要拆迁了。拆迁？小兰一时没反应过来。对，就是拆迁。阿明的声音突然高了8度。政府要在那里建一个新的商业中心，我们家的房子在拆迁范围内，政府会给予高额的补偿款。小兰这才明白过来，阿明的意思是他家即将得到一笔巨额拆迁补偿款。补偿款有多少？小兰下意识地问。具体数目还没定下来，但是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，至少有几千万台币。阿明兴奋地说，我们家终于要翻身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小兰的心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。如果早知道会有这一天，她还会选择离婚吗？如果当初再坚持一下，现在是不是就能和小宝一起享受这笔横财了？恭喜你们，小兰干巴巴地说。小兰，其实阿明欲言又止，我爸妈说希望你能回来。回来？小兰愣住了，回来干什么？就是阿明吞吞吐吐地说，他们觉得小宝还小，需要妈妈的照顾，而且他们也觉得对不起你，想补偿你。小兰苦笑了一下，她太了解阿明的父母了，他们这么做80%是担心小兰会因为拆迁的事情重新主张抚养权，要分一杯羹。与其到时候闹得不愉快，不如先示好，给小兰一些甜头。但是小兰确实很想念小宝，如果能够重新和小宝在一起生活，即使要忍受阿明父母的百般刁难，她也愿意。我考虑一下吧。小兰没有立即答应，我需要时间想想。挂了电话，小兰陷入了深深的思考，要回台湾吗？回去意味着什么？是为了钱，还是为了孩子？如果只是为了孩子，为什么非要等到他们家有钱了才回去？这样会不会显得自己很功利？小兰决定征求父母的意见。没想到父母的态度出奇的一致，回去，必须回去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小兰不解地问。傻孩子。小兰爸爸急切地说，这可是一笔巨款啊！即使他们只给你一小部分，也够你和小宝以后的生活了。再说了，小宝还这么小，正是需要妈妈的时候。小兰妈妈附和道，你不回去，谁照顾他啊？在父母的劝说下，小兰决定回台湾看看。她向公司请了假，收拾好行李，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航班。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，小兰的心情既紧张又期待。阿明来接机，身边还带着小宝。1年多不见，小宝长高了不少，看到妈妈立刻欢呼着扑了过来。妈妈，妈妈！小兰紧紧地抱住儿子，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。这一刻，她感觉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值得了。小宝想妈妈了吗？小兰哽咽着问。想，每天都想。小宝奶声奶气地回答，爸爸说妈妈去很远的地方工作了，现在终于回来了。听到这话，小兰看了阿明一眼，没想到他还给小宝编了这样的故事。阿明尴尬地笑了笑，伸手接过小兰的行李，走吧，先回家。回家的路上，阿明介绍了拆迁的最新进展，政府已经确定了补偿方案。按照我们家的房屋面积和地段，预计可以拿到4000多万台币的补偿款。4000多万台币，折合人民币大约1000万左右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小兰心里一阵激动，但又立刻警醒自己，不能被金钱冲昏头脑，还是要理智面对。回到阿明家，小兰发现家里焕然一新，客厅里摆放了一套高档沙发，电视也换成了最新款的大屏智能电视，就连餐桌椅都焕然一新。看来阿明家已经提前消费起来了。婆婆对小兰的态度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笑容满面地端出一桌丰盛的饭菜。小兰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来来来，多吃点，看你瘦了好多。小兰心里冷笑，但表面上还是客气地应付着。饭桌上，阿明父亲主动提起了拆迁的事情。小兰啊，你看这样，我们打算从补偿款里拿出500万台币给你当做补偿，你觉得如何？500万台币，折合人民币100多万。这在平时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但与总补偿款4000多万相比，未免太少了。小兰心里算了算，如果按照离婚时的协议，她应该至少能分得1/4，也就是1000万台币左右。但是小兰没有立即表态，而是平静地说，伯父，我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小宝，钱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
阿明父亲和婆婆对视一眼，显然没想到小兰会这么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兰一直陪着小宝，带他去公园玩，给他讲故事，教他学中文。小宝特别黏妈妈，每天晚上都要小兰哄才肯睡觉。看着儿子可爱的样子，小兰心里的幸福感油然而生，阿明也变得殷勤起来，经常主动帮小兰做家务，带她和小宝出去吃饭，还打听她在成都的生活情况。有一天晚上，当小宝睡着后，阿明终于鼓起勇气对小兰说：“小兰，我们能不能复婚？”小兰愣住了，她没想到阿明会提出这样的请求。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对，阿明继续说，我不该那么不负责任，也不该欺骗你。我真的很后悔，这1年多来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想我们一家3口在一起的日子。小兰沉默不语，她不知道该相信阿明的话，还是认为他只是因为要分拆迁款才这么说的。你给我一些时间考虑吧。小兰最终这样回答。没想到第2天，小兰就接到了一个让她震惊的电话。电话是阿明那个出轨对象小甜甜打来的。你好，请问是小兰吗？对方用生硬的普通话问道。是我，你是？小兰心里一阵不安。我是杨甜甜，阿明的女朋友。对方直接表明身份。我知道你回台湾了，我想和你见一面。小兰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同意了。她想知道这个小甜甜到底是何方神圣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现。2人约在一家咖啡厅见面。杨甜甜看起来20出头，浓妆艳抹，穿着时髦但有些过于暴露。直接说吧，我找你什么事，你应该猜得到。杨甜甜开门见山，我不知道阿明是不是跟你求复婚了，但是我希望你拒绝他。为什么？小兰冷静地问。因为他只是为了拆迁款才找你回来的。杨甜甜激动地说。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经常说他后悔和你结婚，说你只是一个大陆妹，只会花他的钱。小兰心里一阵绞痛，但面上不动声色。那你为什么还跟他在一起？杨甜甜支吾了一下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家要拆迁的事情。他答应过我，拿到拆迁款后就和我结婚的。这下小兰明白了。阿明在离婚后很快就和杨甜甜好上了，并且许诺了很多。但现在拆迁款即将到账，他却想和小兰复婚，自然让杨甜甜慌了神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小兰平静地说，不过我的决定会基于我和儿子的最大利益，希望你理解。离开咖啡厅后，小兰做了一个决定，她找到阿明，直截了当地提出条件，我可以考虑复婚，但有2个条件。第一，拆迁款必须有一半放在我的名下。第2，必须把房产证上也加上我的名字。阿明显然没想到小兰会提出这样的条件，这未免太多了吧？我父母恐怕不会同意，那就算了。小兰冷笑道，反正按照离婚协议，我也可以争取抚养权，到时候法院会判给我相应的补偿。阿明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答应了小兰的条件。他知道，如果走法律程序，不仅时间会拖得很长，最终的结果也未必对他有利。就这样，小兰和阿明重新办理了结婚手续。拆迁款到账后，阿明果然履行了承诺，将一半资金转入小兰名下的账户，并购买了新房产，房产证上赫然写着小兰的名字。有了这笔钱，小兰和阿明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们搬离了老旧的社区，在台北市区买了一套100多平的大房子。阿明也不再打零工，而是用部分资金开了一家服装店，生意渐渐有了起色。婆婆对小兰的态度也越来越好，主动提出帮忙照顾小宝，让小兰有时间发展自己的事业。小兰利用自己在外贸方面的经验，开始做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贸易，成绩斐然。至于杨甜甜，在发现无法从阿明这里得到钱后，很快就消失了。听说他又找了一个即将拆迁的金龟婿，继续他的淘金之旅。小兰和阿明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修复。虽然小兰心里仍然对阿明有些芥蒂，但看在小宝的份上，她决定给这段婚姻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阿明也变得成熟稳重了许多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爱撒谎，也更加体贴小兰和小宝。他常常感慨地说，如果不是你回来，我可能已经被杨甜甜骗得一干二净了。小兰每次听到这话都会意味深长地笑笑。是啊，人生真是充满了意外。
几年后，小兰又生了一个女儿，取名小朱，一家4口生活幸福美满。小兰的父母也经常来台湾探望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每当有人问起小兰的传奇经历时，她总是笑着说：生活就像是过山车，有高有低。重要的是，无论在什么位置，都不要放弃希望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会是什么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点赞订阅哦。下期再见。